是哦，谢谢老师的一些分析哦。我们目前看起来不只是所谓的美中这些角力过程当中美台的关系升温哦，接着包含我们看到欧洲跟台湾的升温，包含台日之间的这些升温，我想持续都在做一些进行哦。不过回到台湾的国内，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九二共识这件事哦。一直以来哦，我们看到台湾内部还是有许多的一些政治人物说，九二共识是定海神针，非常的重要。谁来违背这九二共识，就是挑衅，就是破坏两岸的关系哦。我想我们就直接也请教老师。我觉得这个九二共识啊，本来就是和美中之间那个一中政策一样，都是各自表述的。那中共什么时候承认过国民党对九二共识那个一中各表啊？没有啊。那么九二共识这个说法的两岸的争论呢，在当下台湾问题国际化这个新的背景下，恕我直言，已经无足轻重。更严格一点讲，九二共识已经成为两岸关系史的一部分，是历史下去会议的内容了。我们知道，就是已经放进故纸堆了。你把它翻出来可以，但是对现状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是历史。它对两岸关系的现状已经不具备任何影响功能了。那么现实当中，我就举一个例子：如果国军的飞行员或者海军的巡防舰看到中共派来威胁的军机和军舰，就对他喊话讲：“哎，九二共识啊，你们不要来。”共军会听话吗？有用吗？那中共在拼命的造航空母舰，那是为了和美军较量，不单纯是为了登陆台湾的。我看到12月上旬中时新闻网有一篇文章，叫做“运油20献祭台湾的核战思维”。中共官媒很喜欢这篇文章，马上就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是说呢，共军现在开始演练用空中加油机给战斗机加油。10月下旬，中共不派出27架飞机威胁台湾吗？其中是有1架这个空中加油机和2架战斗机从台湾的西南空域经过巴士海峡，又飞到台湾的东南空域和太平洋。那这个中时这篇文章是讲说呢，空中加油机的出现代表共军已经具备进入第一岛链外缘甚至西太平洋空域活动的能力，将形成台湾东侧的战略压力。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说，空中加油机是为了给战斗机增加航程的，把作战半径呢从台湾东面再向东大幅度延伸，很显然呢跟台湾没有关系。我说没有关系，就是说它是对美军航母舰队作战演习的一个部分，因为台湾东面只有美军了。那既然中共的准备和美军的航母舰队作战，那它从中国大陆飞到太平洋，比从台湾飞到西太平洋广大海区要远吧？那换句话讲，就是从中共海军和空军的对美备战行动来看的话，中共早就把台湾以东的海域划为未来对美交战的作战海域了。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作战构想来思考的话，中共占领台湾以后，一定会把台湾的空军基地全部用来对美作战。也就是说，中共如果占领台湾，将把台湾作为对美对日作战的前进基地，当然也就可能把台湾拖进世界大火的战火中。这样的经历，台湾在日据时代已经有过一次了。不过呢，目前中共是还面临美国的压力，又没有在军事上完成扩军备战，所以呢，他几年内可能还不至于和美国摊牌和美国翻脸。因此，台湾可能仍然有一定的安全。但是啊，这样的暂时安全完全不是因为什么中共有九二共识的顾忌，是中共媒体自己用一个词说，叫做战前预备期。那中共的官媒对战前预备期的解释是说，要在台湾问题上渐进试探，游走灰色走廊，偶尔踩踏对方红线，要打这样的游击战。那么在中共的战前预备期期间呢，中共会加紧扩军备战，通过大量的军事演习为实战做好准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对九二共识的态度是说，用这个说法去拉住国民党，同时动摇台湾社会。那么中共的外宣官媒是这样说的，说美国正在对中共进行一系列压力测试，而北京在全盘考虑下坚持战略定力，不轻举妄动。这话我照原话念已经很清楚了，就中共
目前这段时间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他不会轻举妄动。但是，一旦中共度过了他自己讲的战前预备期，就是把他的扩军备战达到他可能达到的最大程度之后，中共就可能不顾美国的压力，准备在占领台湾的过程中与美军和日军开打。到了那个时候，9·2共识就是一块擦枪布，用9·2共识作为开战的理由，用过之后就扔掉不要。所以这就我说，9·2共识已经进入历史垃圾堆了。